戒天神色复杂，但还是握紧手中的吞噬权杖，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的母亲。戒天染则始终盯着戒天，他的眼神深邃无比，令人难以捉摸。似是察觉到了什么，戒天念不知从哪来的力气，竟转过来头看向了自己的儿子戒天。他的双眼空洞无神，与以往的他简直判若两人。现在的他从内到外皆是毫无生机，完全一个活死人。看到自己母亲的眼神，戒天止步，嘴唇不由微微颤抖。怎么下不去手？戒天染问。戒天不语，只是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他努力想要镇定下来，可却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变化，尤其是情绪变化。他的眼神如失控了一般，涌现出了心疼、慌乱、恐惧等复杂情绪。他手中那被反复握紧的吞噬权杖，以及那飘忽不定的眼神、急促的呼吸，都彰显出了他的犹豫。最终他还是咬了咬牙，看向戒天染。外公，我娘她毕竟是您的亲生骨肉，我想知道她究竟犯了怎样的错，您非要让她以死谢罪。戒天染道，帮助楚风逃脱，乃叛府之罪，将本该给你修炼的资源给了楚风，更是吃里扒外，这还不够吗？可戒天还想说些什么，但戒天染却抢着说道，吞噬血脉只需要利益，不需要情感，凡是对自己不利之人皆不可留。自古以来，成大事者从无被情感所困扰之辈，往往至亲才是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何况还是背叛你的至亲。若这件事都做不到，你如何让老夫相信你能不负老夫所望？天儿，你可莫要让外公失望。此话说出之际，戒天染的目光越发捉摸不定，他仿佛也在做着某种决定。戒天察觉到了这个眼神，于是他飘忽不定的眼中将其他情绪一一排除，最后只剩下了坚定，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吞噬权杖。可忽然戒天染目光微微变化，臭虫竟然还敢来这里。随之戒天染面露又气又喜之色，看向戒天，天儿，你超越王之血脉的机会来了。话罢，戒天染大袖一挥，带着戒天一同消失。唯有摘星道长、戒善仙、戒天念还躺在地上，只是他们三人都丧失了移动的能力。与此同时，七界圣府禁地深处，这里充斥着强大的结界之力，那是封锁结界，哪怕寻常的天龙界灵师身处此地，怕也是寸步难行。可眼下却有两道身影乘坐一片云朵快速下前，正是龙卓言与楚风。此刻楚风神色凝重，他的紧张就写在脸上。他很慌，根据线索，他母亲就被关押此地，可他害怕他母亲不在此地，也害怕他母亲在此地，但却下场凄惨。最终一道身影还是浮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中，下方无数条锁链自四面八方延伸，捆绑着一道倩影。那女子绝美无比，拥有不属于这世间的容颜以及天仙般的气质，只是此刻脸色惨白，已无意识。很显然，这位便是楚风的母亲戒染清。看到自己母亲如此距离之下，楚风的情绪近乎失控。龙卓言却道，是陷阱。陷阱？那姐姐能救我母亲吗？楚风问。龙卓言的实力深不可测，当初老猫带着楚风来，无法破开七界圣府的大阵，转身就逃了。可龙卓言如入无人之境，不仅轻松潜入七界圣府，更是带着他来到七界圣府最严密的禁地深处。在他看来，龙卓言是有能力带走其母亲的。都是陷阱，包括你母亲。龙卓言此话一出，楚风脸上的不解之色更浓。那是假的，你母亲不在这里。龙卓言说道。伪造的吗？楚风惊讶，他用天眼来看，也并未看出丝毫不对。是，看似是不可破的阵法，实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陷阱，是太古时期的一种禁忌阵法。七界圣府得到了太古传承。龙卓言问。这个不得而知。前辈，这阵法下面还有东西吗？楚风询问。没有，这里已是此地最深处。您母亲是不是被困在其他地方？龙卓言问。不排除这种可能。楚风道。可忽然龙卓言脸色变化，大袖一挥，一重结界之力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紧接着刺耳的轰鸣响彻开来。当楚风反应过来之际，已有无数条粗壮的结界锁链自四面八方缠绕住了龙卓言所释放的结界之力。强大的力量竟将结界之力也压迫得扭曲起来。而龙卓言也是紧咬牙关，捏动法诀的同时面露痛苦。纵使强大如他，竟也难以支撑，可见那结界锁链的威力是多么强大。而透过锁链，楚风看到了两道身影立于上方的空间之中，逐渐靠近，乃是戒天染与戒天。楚风终于将你身后的靠山带出来了，是个生面孔啊。
远古的人，竟与远古之人合作，你也是为了自己不择手段之辈啊！谢天然此刻更多的目光在观察着龙卓言，他很清楚他的威胁乃是龙卓言，但很快他眼中的警惕也消散开来，取而代之的乃是自信。他相信自己的判断，龙卓言的表情不像是装的。谢天然，我母亲在哪儿？楚风凝声问道。居然还敢以这种口气质问老夫，你真以为老夫还会放你离开？若不是当日老夫压制修为不想解除，你以为你能从七界圣府逃离？谢天染看着楚风，眼中怒火窜动，想起当日楚风大闹七界圣府之事，他便觉得耻辱。最耻辱的是，楚风能大闹七界圣府，靠的还是七界圣府的阵法力量，也是自那之后，他不惜代价的改变七界圣府先辈留下的诸多阵法。他要做到掌控一切，再也不允许外人借助七界圣府的力量来大闹七界圣府这种事情发生。楚风，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今日你既然来了，老夫便不会让你离开。你的王之血脉该物归原主了。谢天染对楚风说道。我母亲到底在哪？楚风则仿佛听不到谢天染的话，继续问道。呵，谢天染忽然笑了，看着此刻的楚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自认为可让楚风更加痛苦的决定。楚风，你知道老夫最怕的是什么？老夫怕的从来不是你找老夫报仇，老夫怕的就是你躲起来，尤其躲到第9道天河，那老夫还真可能就拿你没办法了。但还好，你不具备成大事的天赋，被感情所牵绊，老夫一记阳谋便将你拴在了修武界。谢天然此话一出，楚风神色不由变化。老夫今日心情好，便让你死得明白。话罢，谢染青双手一扇，随后向两边扯去，将上身露了出来。虽面容年迈，可他的身躯却尽是肌肉线条，极其健硕。不过眼下，龙卓言与楚风的目光都汇集在了谢天染的左胸处，那里有着一道伤痕，是剑伤，明明存在多年，可却始终没有愈合。这一剑乃是拜你所赐，是你和你那个杂种父亲让我寄以厚望的女儿对他的亲生父亲出手，是你们父子毁了老夫的一切。谢天然眼中怒火窜动，口中发出了咬牙切齿的咆哮。那是我母亲所为。楚风问。根据他的观察，那伤不像是谢天染没有治疗，而是根本无法治疗。无论是谁做的，那位的实力必然在谢天染之上。若真是他母亲所为，那便说明他的母亲不可能被谢天染困住。然而此话问出，谢天染却忽然笑了起来。呵呵呵呵，只是他的笑声无比瘆人，那是咬牙切齿的笑声，充斥着无尽怒火的笑声。他笑了许久，才再度看向楚风。老夫的眼光是多么的好啊！冉青的实力可以达到无可匹敌的地步，若他还在，这神之时代的力量非他莫属。远古种族也皆是蝼蚁，谁能是我七界圣府的威胁？谁有资格做我七界圣府的威胁？听到这里，龙卓言也不由看向楚风，那个眼神仿佛在说：你母亲到底怎么回事？谢天更是嘴巴微张，眼睛瞪得老大，因为任凭是谁都能听出谢天染的伤就是楚风母亲所为。楚风的母亲绝对在谢天染之上，甚至远在谢天染之上。我七界圣府本早就可以真正的一统修武界，而这一切都被你们父子两个毁了。是你们父亲的出现，让本对我言听计从的女儿违背了我的命令，而你的出现更是让我的女儿对我拔剑相向。我只是说了一句，若你得到她的血脉传承，我要将这血脉收回，为她所用。为了保护你，她便不惜以可能耗尽生命的代价来觉醒王之血脉。她的年纪本做不到，可她做到了。可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她觉醒血脉之后的第一剑便刺向了最疼爱他的父亲。楚风，你这孽畜，这都是因为你！谢天染恶狠狠地看着楚风，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讲了出来。于他而言，这是耻辱，而这些事情憋在他的心里多年，更是憋得痛苦。现在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将真相告知楚风，他会觉得畅快。原来楚风担心的母亲根本就无人可以伤他，楚风根本就是白担心。我母亲到底在哪？楚风凝声问道。他根本不在乎谢天染的愤怒，他只觉得这个老登是一个掌控欲超强的变态，他只关心他母亲的去向。你还记得老夫说过的话吗？老夫从不担心你来找老夫报仇，老夫只担心你去第9道天河。谢天然此话一出，楚风恍然大悟。我母亲去了第9道天河？楚风问。是，当你母亲血脉觉醒，老夫便知道，只要她在，老夫便无法对你们父子造成威胁。于是老夫用手段蒙蔽了你母亲的双眼，让她以为你们父子进入了第9道天河，从而使得她进入了第9道天河。待得神之时代的力量被老夫得到，老夫也会进入第9道天河，有你在老夫手上，冉青也将为老夫所用。楚风，现在你知道
你是多么的愚蠢了吗？谢天冉看着楚风，有种前所未有的畅快，因为他至今记得谢冉清将剑指向他时的坚决。不是谢冉清不重视亲情，而是谢冉清将最重视的人从他转换成了楚风，这让他无法接受。今日他就是要让楚风明白，楚风本可进入第9道天河与母亲团聚，但现在却将成为他谢天冉制裁谢冉清的工具。他要让楚风也感受到痛苦。所以我弟弟的母亲在第9道天河？龙卓言问。而他这一开口，谢天冉顿时神色一僵，他察觉到了不对。龙卓言脸上的痛苦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乃是满面笑意。哗啦啦，只见龙卓言大袖一挥，那包裹着他与楚风周围的结界之力化作一道道巨大的结界镰刀，将缠绕在四周的结界锁链尽数斩断。你隐藏实力！谢天冉咬牙切齿，他愤怒至极，不仅仅是对于龙卓言隐藏实力，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大意。他太自信了，自以为凭借他的观察力不可能会看走眼。你究竟是何人？谢天冉重新审视起龙卓言，不得不郑重对待。我是何人？本尊若是巅峰之时，根本无需到此，只需在隔壁天河向这边看上一眼，就能让你这7届圣府飞灰烟灭。话到此处，龙卓言目光变化，看到龙卓言的目光，谢天冉顿时心神一颤，而谢天更是感觉脑袋炸裂，口鼻喷血。不要看他的眼睛。见状，谢天冉赶忙挡住了谢天的眼睛，可哪怕是他，此刻却也已是脸色惨白。这是我7届圣府的家事，你真的要管？谢天冉问道。尽管强装镇定，可此刻的他却已然没了之前的气势，因为刚刚龙卓言的眼神便让他意识到，那站在眼前的是他本不该得罪之人。龙卓言绝对没有说谎，因为他的眼神没有说谎，那不是什么特殊的手段，而是顶尖强者的目光。可就只是这道目光就具备非同一般的杀伤力，这是曾经极其强大的人物才会具有的风范。而最关键的是，他还保持着信心，若是没有信心，就算曾经的王者也会失去这种眼神。因此他意识到对方绝对不是在说大话，他是有着底蕴的。你听不懂吗？楚风是本尊的弟弟，本尊今日来这里就是替他讨回公道的。虽说本尊实力远不及巅峰之时，之前战斗消耗过大，更是导致仅剩的力气已是不多，但对付你还绰绰有余。你这个变态小杂毛，就你一直欺负本尊弟弟是吧？本尊让你装。话到此处，龙卓言大袖一挥，一个耳光隔空扇了过去。见状，谢天冉赶忙捏动法诀，瞬息之间数道结界横在其身前，每道结界都是一重盾牌模样，甚至一层强过一层。可龙卓言手掌之力真的冲击而来，只见那重重盾牌宛如豆腐一般不堪一击，纷纷碎裂。最终啪的一声，那道掌力还是落在了谢天冉的脸上。当谢天反应过来之时，谢天冉已不在其身旁，被扇到了视线之外。此刻莫说谢天，就连楚风都目露惊讶，虽然早知道他这姐姐强，但却没有想到竟强到如此地步。而谢天更是被吓得呆在原地不敢动弹，他有生以来从未如此绝望过。站在楚风身旁的女子，绝对是他有生以来所见过最强之人。